本期视频没有恰饭啊，鉴于产品首发，大家只能看到猛夸。本期视频我们玩的有点小话，请各位搬好板凳吃瓜。当然，本期视频大到表达刻意，不太符合逻辑，还希望大家不离不弃。如果你们不相信大刀没有恰饭的话，不如让我们直接指出手头上荣耀 Magic V5 最大的短板。我觉得它最大的短板就是不是华为，不过有种种迹象表明它很像。譬如当你在使用荣耀 Magic V5 的时候，打开荣耀分享，它居然变成了华为分享，能无缝把照片传给华为原生纯血鸿蒙 Nex。而当你打开纯血鸿蒙的华为分享，它也能精准找到荣耀 Magic V5，并且也是可以无缝把照片传给荣耀，连 APP 都不用下载的双向奔赴。华为脸上就写着一个大字：你要幸福。当然，那如果这一句话还有下文的话，那也就有可能是安卓和苹果对着荣耀说：“你也要平安。”因为众所周知，荣耀也终于支持了安卓的互传联盟。打开分享界面可以和安卓手机互传，原来的苹果也可以通过 APP 和荣耀进行互传。一般情况下，一个品牌说万物互联，是连自己家的平板、PC、手表、耳机，而荣耀却老想着红杏出墙。所以说，有时候生态互联就像打麻将，过去的荣耀1缺3，基本物理意义上实现独立，而现在的安卓3缺1，少个鸿蒙。不过目前确实也只有荣耀才能凑齐4个一起打麻将，果然后台硬就是不一样。而未来的荣耀除了自家的 Magic Book， 据说也会打通 PC 和 Mac， 就是现在还没有办法下载到正式版软件，没有商务关系，我们就不动用人脉关系下载了啊。但令大刀感到惊讶的是，当你真的有一台荣耀笔记本，然后你使用这个华为原生鸿蒙手机这么一碰，它居然能跳出来如此清晰的 Magic Book 连接提示，毫不掩饰。当然，我劝你还是不要点击这个链接，万一它真的连上了呢？荣耀要加油，美好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发生。普通手机通过互传联盟连接，那叫做生态互联，简称建联。荣耀手机和华为生态这种依靠后台的，应该上升到建交了吧？看到这里，求大家点个关注。未来我们还是会以同样的方式聊聊鸿蒙系统啊、ColorOS 啊，究竟有哪些好玩之处？话说回来，从这个角度讲，你说荣耀红里红气没问题，而且荣耀向来也不介意人家说它红，譬如这个设计就很红，这个外壳也一样，不但很红，还很近，不但很近，它还能立起来。但它确实有不同立起来的方式，譬如看到这个立起来的时钟摆台，怎么有点国里国气的？而实际上它也染上了 iOS。如果你不相信，打开手机桌面向上一滑，它就会出现资源库。你们要不要评评理？这像不像？因为在这里所有常用的 APP 都会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手指最能够到的地方。折叠状态下，你只要一只手就可以触碰到你最爱的2次元、你最爱的舞蹈教学指导 APP 以及大型真人美图秀秀成片观赏 APP。总之，每天只要打开这个资源库，你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APP， 不用返回桌面。在不展开折叠屏的情况下，它真的很适合杨过吧。而且当你打开折叠屏内屏，你也可以一只手伸出来点到你最爱的 APP， 依然相当的方便。唯一的不足的点是，当你下载有些高端软件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显示到资源库上，没办法长按一键隐藏，你需要到设置里面搜索隐藏应用才能隐藏。举个例子，比如你打开小红书 APP 的应用分身，然后把它隐藏掉，并且把隐藏的 APP 改名称叫做国足球迷，绝对没有人会点开，甚至还会有点味道。退钱！但如果你想要在荣耀上实现隐私保护，这几天体验下来真的非常好用。你只要在主界面双手一放大，就可以进入隐私空间，然后你可以在隐私空间添加任何你喜欢的 APP， 譬如 AI 软件，平常你不好意思问 AI 的，你怕你 AI 会误会的问题，比如女朋友欠钱不还怎么办等隐私小问题啊，都可以放进隐私空间。那么这样你就可以实现 APP 3开，实现3A 大作。当然了，一般情况下大刀会用它写稿，确实也是因为它能同时打开2个账号相同的应用双开的飞书，一个用来写稿，一个用来回消息，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双书双飞。而第3个飞书可以用来记录日常，而这种功能对于很多数码博主也是非常友好的，因为你可以同时打开2个哔哩哔哩，大号是数码宝贝，小号看足球宝贝。不是小号看素操，那怎么看视频呢？自带的手机支架可以大屏看视频，但是我们这种立起来的折叠屏上戳戳点点很容易导致屏幕不稳，所以通常大刀就是用它的悬停 PC 模式观看，下面是触控板，上面就是个手机，可以边吃饭边看视频，不会因为手指戳屏幕导致屏幕后退或者晃动，单手打字也非常方便。6.43英寸的外屏也是够看了，而且它的微信也是支持这种 PC 模式的。吃饭的时候大刀也非常喜欢打开 PC 模式，体验那真的是相当的
了鸿蒙 PC。到这里我们就要说到荣耀做的不好的地方了。小红书、微博、头条号、飞书、微信这一大类 APP 都是支持了这个 PC 选听模式，但唯独 B 站只支持了自适应选听模式。它可是横屏场景最多的 APP 啊！荣耀给我的这种感觉很像让坤坤踢苏超，然后让姚明当足球宝贝。至于说那些什么苹果3件套都可以打开，可以语音输入生成 PPT， 这些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就不聊了。但我已经帮大家验证过了，大家关注的重点是不用钱，也不用充会员，挺好。不过在某些场景下，大刀还是对它印象非常深刻的。它 1TB 版本是6100毫安时的，手头上这台512G 是585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的，但哪怕是585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，播放3小时的视频后，它居然还有83%的电量，而且如果我用的不是很多，50%的电量居然够我用24小时，重度使用也能用1天。虽然没能达到某些荣耀手机干到8300毫安时电量，但作为一台折叠屏，你就偷着乐吧。225克左右的实际重量，居然还是轻于 iPhone 16 Pro Max 的。其实它确实挺薄的，如果当你把它放到一众安卓旗舰直板机上，我们还是一眼找到它了，因为两段式金属中框还是挺明显的。好在9毫米左右的厚度确实很薄。怎么说呢？未来只要你胆子够大，杜蕾斯看了都尴尬。哎呀，有的友商也做得不错，讲究的是相互借鉴。国产折叠屏拼命想要做得像直板机，而今年秋季有的直板机却想要做得像3折叠，一个直板机做到8.8毫米的厚度，最终实现双向奔赴。不过荣耀 Magic V5 也最终没办法避开轻薄折叠屏那些固有的提升点。像8至尊版虽然没有阉割，没有降频，流畅度远超荣耀 Magic V3，这个没问题。但就是当你拿它打原神，它的帧率却是远远不如自家性能手机的，更不用说双开原神，一边打原神一边更新崩铁，上面打一个王者荣耀，下面再打一个王者荣耀这种。此外，对于目前荣耀 Magic V5，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那就是都用上了1/2英寸潜望式长焦了，素质也不差，但就是拍照逆光情况下的锐化，还真的可以改过来，真的不要再对标 iPhone 啦。另外，如果咱们视频录制能够再加一个 log 模式，我平时就可以完全只用它开始拍视频了。总而言之，摄影摄像还是有点进步空间的。好了，小结一下，很多人都说成年人世界没有容易2字，但这句话往往是错的。